厦门，一座浮在海上的城市，小资、浪漫、文艺是它的代名词。这背后有着代表海洋生活的闽南文化和近代世界文明交融的奇妙景象。迷人的海岛景色，闽南阿嬷的辛勤劳作，年轻人歌颂诗和远方，来过的人对它念念不忘，不曾来过的人也都充满向往。Hello， 姐姐来厦门了，这是姐姐第一次来厦门，这个阳光明媚，空气又很新鲜，特别的开心。那马上呢，我要带大家去欣赏厦门的美景和品尝厦门的美食，迫不及待喽！作为游客，可以短暂欣赏这里的一切，但如果真正生活在这里，我是否还会爱上这里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决定去此次行程的第一站——沙坡尾。厦门比我想象的规划要好很多，而且因为我们住在岛外，真的是很美，就是你能啊，我们住的是岛内，我们住的是岛内是吗？因为我原来对厦门的认知感觉不是很充分，它真的比我想象的要现代很多。你好，我想问一下沙坡尾怎么走啊？继续往那边哈。好，谢谢。你好，我问一下沙坡尾在哪？沙坡尾在这条路尽头，左转。好的，小朋友。沙坡尾在哪里？你知道吗？在那个拐弯里往右边拐，就很随意，你知道吗？在路边一坐就开始写题，反正在北京我现在很少会见到，有可能在这个小胡同，老北京小胡同里大杂院，可能会在胡同里有小朋友坐下写作业。在厦门旅游地标经典里，沙坡尾算不上 C 位，没有鼓浪屿的小资，不如中山路繁华，但它却是本地人心中的团宠。这条就叫沙坡尾吗？这一片哦，这个是海的，就是渔港。渔港，这真的是每一家其实都改成了这种小店面，上面能住人，下面是小商铺。这里曾经孕育了下港海洋产业的黄金时代。从前在这里生活的人大多是淡民，就是曾经以船为家的讨海人。哦，我都一股那种海星的味道都已经扑面而来。我觉得厦门人可能真的不会觉得这种鱼腥味儿有很刺鼻。哎，这个小朋友好可爱！哎呀，但我想给他拍张照片。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厦门，虽然在一些老城区的地方，你依旧能看到它的这种破破旧旧，但是依旧不会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的最这种淳朴的生活，在这里他们依然很享受他们的每天的生活，享受他们的海鲜，享受他们的大海，享受他们的这种开门做小生意。海港边一栋栋年代久远的渔民石屋，就是他们的联排别墅。海港上停泊附近飘来的渔船，夹杂在空气中咸腥的海水味。回想曾经这里渔船进出港时的繁华，这是属于厦门最原始的记忆。我们刚才逛的呢是沙坡尾这边的住宅区，然后我们要到对面去看看是鱼仔厂，走吧，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咦，好可爱啊，是不是很有夏天的味道？这个就是原来人们杀鱼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这种小夜市，类似于小夜市，然后年轻人在里面可以买装饰品。如今的沙坡尾已经是集艺术和商业的创意集散地，引来了很多年轻人来打卡拍照。这是个网红拍照地，哇塞！哎，你不觉得吗？这边能看到厦门的他们这些所有的老房子在一起，能够想象到他们的生活，你知道吗？就有点像看见北京胡同里那些大杂院，然后老头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然后扇着这个大蒲扇，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你喜欢厦门吗？喜欢，特别喜欢。喜欢在哪里啊？空气特别好，环境好呗。人呢？人也好。对呀。生活很舒服，好吃的也多。对，看我一下。啊，厦门菜吃不惯，为什么？我们吃辣的呀。哦。哪个卖的好啊？因为女孩子爱吃酸奶的。啊，酸奶也行，我们什么都爱吃。我要小的吧，感觉酸奶那个小。老一辈人并没有因为城市化的进步而离开，他们继续坚守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新一代的人也没有因为历史的陈旧而远去，他们结合当地的风景，创造了新的活力。几代人热闹而融洽地在这里相遇，让历史和未来在这里结盟，又延展出了新的生命力，成为这个城市最鲜活亮丽的风景。
我很好奇，又是什么让闽南人老老少少都具备了这种乐观和包容？于是我想到了最具当地文化特色的地方——南普陀寺。哦，到了入口了。我身后呢就是南普陀寺。不同于内陆生活的安稳和平静，海洋生活的风风雨雨让当地人对精神信仰有着强烈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建筑物，其实它是结合了闽南建筑的特色，跟北方就是完全不一样，感觉它上面的这种装饰要更繁复一些。可惜我们错过了最佳观赏时间。很可惜啊，我们进不去了，因为现在的时间是5点21，它这最晚要在5点之前进入，所以今天呢要跟南普陀寺比较遗憾的擦身而过。虽然我这个行程很短，但希望未来2天能够有时间挤出来再继续看一看。精神食粮通过反复脑补满足后，我们意识到身体的食粮也需要补充一下了。在经过3思之后，我们快速辗转到了下一站第8海鲜市场。我终于到了第8海鲜市场，也就是开河路上。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现在迫不及待要进去喽！快跟我走吧。看一座城市是否值得留下，最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的美食能不能留住人生过客容易伤感的胃，安抚住旅人漂泊中疲惫的心。人超级多。第8海鲜市场简称8市，沉浸在这里是闽南市井的烟火气，眼前特色热带的动植物琳琅满目，耳边闽南语的唇枪舌战惊心动魄。这里是人类和海鲜们完成生物链闭环的最后场所。我吃个鸡爪子吧，这是不一样的味道哈。是香辣的泡椒、柠檬、蒜香4个口味。怎么卖啊？1盒25。22块。就这个，超好吃。因为我妈妈也会做，但比我妈做好吃多了。这是第一个小吃啊，那个凤爪，但真的好好吃啊，有泡椒和柠檬的味道，微微的辣，然后还有点柠檬的清香。这个是谢霆锋来过的五香卷，是一家网红店。先来姐姐尝一下啊，看看谢霆锋来过的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很好吃？里面有猪肉、洋葱，还有那种面粉，还有五香粉，确实很香，很好吃。你们来尝尝。这是第2份小粥，哦，真的好好吃啊！我一会儿还要打包一个回去。沙茶里脊怎么卖啊？10块钱3串。好，好啦，谢谢。这是沙茶里脊第3份小吃，有没有食欲？沙茶的味道很浓郁。好好吃，好好吃。来到每一个城市最好吃它的小吃，15块钱。这是我今天的第4份小吃。其实这个有没有跟那个日本的章鱼小丸子很像？好吃。但这个我更愿意吃章鱼小丸子，因为有芥末味儿。来，要拍照，来站在中间。啊哈，站在中间来，好吧。我知道了，你的想法来过来。哎呦，小心，给贵了。台湾，我来差不多10几年了，我不是在这边来帮朋友，我都往外地跑啊，你也有去过啊。这个陈师傅不是您是吧？哦，他的帽子在那边。陈师傅原来在这里。那您说帮朋友就是帮他是呗？哦。我在福建的，现在是厦门的。哦，本地人。应该是我打他的工，认识7、8年了。感情很好呗。可以啊。你要吃厦门的做法还是台湾的做法？那我吃厦门的做法呗。辣椒酱。哪种好吃啊？辣的。台湾的做法是有那层次的，一样炒。厦门的做法是全部搅在一起。那我吃厦门的做法，好吧？好的。好啦，谢谢。哎，谢谢，拜拜，拜拜。这是第5个小吃喽，拿着5份小吃，我现在要去点正餐了，就在这里。根据闽南人的生活仪式感，大排档的处理手法才是对海鲜们最高的敬意。纵使各类私房菜、异国美食高歌叫嚣，不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你争我抢，都不抵不施粉黛的海鲜大排档，成为厦门人最喜欢、最常去的美食基地。
它的张力表现在可以根据每位游客的喜好，兼容五湖四海的烹饪技巧。秘诀在于极致新鲜的食材所创造出那种身心置身于大海中的味觉感受。吃完了再拍啊？对呀、方才证明好吃。对，刚才忘了拍了。就在我们饱餐一顿后，热情的老板娘带着她闽南口音的普通话与我们互动了起来。以前是我这个是我在做，但是我要给儿子做，就说推荐儿子哦，是不是？老了没用了。以前71号就店名了，71号。对，我们做店名，还有我媳妇了。以后要给我媳妇做了。我是来这边来煮的，来30年了。你当中过来也近吗？很近啊，但是我就住在这边了，住30年了，就很少回家了。一家人都在这边，就没有回家了。年轻时候，他从漳州前来打拼，到现在儿子媳妇继承家业，厦门让他们找到了家的方向。而门口卖海蛎煎的那对老友，他们在台湾相识，因为厦门兄弟一句求助，台湾大叔渡过海峡，这个忙啊，一帮就是好几年。从千里外的北方来到厦门生活的人，也因为这里的风景，从此恋恋不舍，在这里生根发芽。厦门成为无数漂泊旅人心中的家。就在我还混沌于厦门的魅力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眼前这片大海。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啦。我就觉得它的这个差异性真的很大，就是现代的一面，还有它这个就是老城区就这种原始的这种生活的一面，就是反差还是很强烈的。哎，好舒服，好舒服，这海风吹着，白天还是有点热的，但是晚上就开始变得这个温度很适合出来溜达溜达。所以啊，你看都是南方城市，但是要跟成都啊这些比起来，它确实是感觉人都很勤奋，对，很勤奋。从小生意看出来，对，这么多小门店。渔船在夜色中和海浪的节奏漂浮着，鼓浪屿的灯光让大家能眺望到不远处还有美好的向往。我突然理解了，原来大海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色彩的敏感，在我凝视它的时候，它就仿佛在告诉我，放宽心态，遵从内心的直觉，去勇敢面对人生。我常常在想，真正宜居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发达而拥堵的交通，完美而高昂的配套设施，往往让我们忽略发自灵魂最深处的渴望。此刻的我，和在这里生活的人一样，感受到了神清气爽，心明眼亮。原来宜居不再只是简单的物质的追求，还有我们生而为人，处在这个环境中能感受到的与天地与众生的敬畏和感动。